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印度在稀土上面的一些小动作，然后以及这个稀土行业的一些现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开聊吧，看看印度到底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最近啊，印度在稀土上面的一些操作啊，真的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啊。那咱们就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吧，就是印度究竟在稀土上面都搞了哪些事情，然后被我们发现了。就是最近我们不是加强了稀土的出口管制嘛，然后印度就跳出来说啊，你们这样限制出口影响我们电动车发展了。但其实呢，我们的海关在进行反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其实把我们出口的稀土用于他们的军用无人机，甚至还倒卖给了美国。同时呢，他们还伪造了30多份保证书啊，所以我们就直接暂停了对他们的出口。现在他们的车企的稀土库存只够维持10天，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边撕毁了和日本的协议，一边又让他们20多家企业紧急的给我们递申请啊，说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倒卖了。那咱们先把这个镜头切回到2012年，那个时候印度在稀土领域又做了哪些比较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呢？那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对日本暂停了稀土的供应，所以导致日本的稀土价格飙升了20倍，然后他们的企业就是四处去找新的货源嘛。这个时候印度就站出来说，我可以给你供货，就跟日本签了这种长期的协议。但是呢，印度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提炼重稀土的，所以他就从我们中国进口倒卖给日本，赚了一笔差价。后来我们恢复了对日本的供应之后，他这个生意才慢慢的停下来。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领域啊，总是想要去走一些捷径啊。那为什么说他这次想要再次的去倒腾这个稀土，然后被我们抓住了呢？就是今年我们不是收紧了稀土的管控吗？然后他又故伎重演，想要伪造这个最终用户保证书来倒卖给欧美。但是这一次我们是有电子追踪的，所以他们这个很快就被我们查出来了，我们就暂停了对他们的出口。所以他们现在就一下子就慌了，因为他们自己虽然有稀土矿，但是他没有办法提炼，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靠进口我们的成品来维持他自己的生产生活的。所以现在他就是库存只够他们撑10天，他国内的20多家企业都已经就是说没有办法了，只能来求我们。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领域啊，一直都是有点像是那种眼高手低啊。对，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就是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你有多少矿，而在于你有没有提炼的技术。尤其是重稀土的提炼技术是非常复杂的，目前全球能够掌握的国家也非常少，所以这就是一个技术壁垒。那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有话语权，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那美国它其实也有矿，但是它现在依然需要从我们这里进口。然后日本它之前也尝试过自己去提炼，但是最后发现成本太高了，它没有办法。那印度它其实一直就是想要去复制别人的成功，比如说他之前说要自己造航母，说要自己造芯片，现在又说要自己搞这个稀土的产业链，他都是口号喊得很响，但是其实他的实力是远远跟不上的，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眼高手低的这个。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问题上面啊，它老是强调说什么不要依赖单一供应国啊什么之类的，那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想说中国不可信嘛，但其实我们国家的稀土政策一直都是非常合理合法的。我们当年对日本暂停供应是因为钓鱼岛事件，然后我们这一次加强管控是因为防止我们的稀土被用于军工以及防止倒卖，这完全是我们合理利用我们的权利。但是印度他一边在求着我们给他供货，一边又在背后说这种话。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领域啊，最近一段时间是状况频发，那你觉得接下来它会怎么发展呢？或者说它会对全球的稀土格局产生哪些影响呢？我觉得印度它短期内肯定还是要求着我们给它恢复供应的，因为它的库存确实也只够撑10天了，然后它的企业也已经有很多都停产了。但是他想让我们恢复供应，他肯定要拿出一些诚意来，比如说他要承诺不会再倒卖了，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但是他长期来讲的话，他想要自己搞这个产业链，我觉得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砸钱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有很深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自主产业链更多的也就是喊喊口号。那这一次我们也是通过电子追踪系统抓住了他们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这也给全球的稀土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以后大家肯定是要在溯源和管控上面会越来越严格。所以那些想要通过倒卖啊、通过造假来获利的这些路子肯定是越来越窄了。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领域啊，一直都是频频的在搞一些小动作。那它这些操作到底有多离谱呢？就是离谱的点就在于稀土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业原料，比如说电动车的强磁电机需要它，然后导弹的精准制导需要它，手机的摄像头防抖也需要它。全球的重稀土的提炼产能 90% 都在我们国家。它还曾经就是在12年的时候从我们内蒙古进口稀土精矿倒卖到日本的北海道，它的报关单上写的是用于电视机显像管，但其实最后这些稀土都进入了三菱重工的军工厂，它这中间的差价赚了 300%。 哇，那后来呢？后来这些操作怎么被遏制住了呢？就是以前的话，全球对于稀土的管控确实没有那么严格，但是现在我们每一批出口的稀土都是有电子芯片追踪的，就是它整个运输的过程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再去搞这些小动作了。然后现在它自己国内的库存又不够，它的加工厂又都是那种简单的组装，没有办法去自己提炼。它之前跟日本的那个协议也是，它是以低于成本价 15% 的价格卖给日本，日本会给它每年200亿日元的技术援助，但是现在它这个来源也断了，它就更没有办法了。所以它现在只能是硬着头皮说要自己搞，但是它其实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些技术难关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领域啊，一直想要去发展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一直都发展不起来。那它到底都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就是它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说要投资50亿美元建立稀土产业园，但是5年过去了，那个园区里面就只有3个连环评都没有过的这种炼厂的框架，然后重稀土的提炼技术它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因为这个东西不光是需要非常复杂的化学药剂的配比，它的废水处理也是非常难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串级萃取技术是花了30年的时间才摸索出来的，它现在连相关的化学工程师都凑不齐。他去年的时候想要从澳大利亚引进技术，人家专家去了之后发现他们的矿里面还有放射性的土，处理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人家就直接走了。印度它在稀土这个问题上面啊，最近一段时间是焦头烂额。那它的这些困境会对它的军工项目产生哪些影响呢？影响就是它现在正在研制的光辉战斗机，它的发动机里面的永磁体是需要从我们这里进口的泥铁硼磁钢，然后它的无畏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里面的特低合金也是通过第三方从我们这里采购的。现在它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它的 HAL 航空公司已经内部通知了，说他们的生产线最多撑到下个月中旬。他现在也在想办法，就是说想要通过越南来转手买我们的稀土，但是越南的提炼能力一年就只有200吨，它的报价要比我们的出口价高 30%， 所以也是杯水车薪。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的话，你觉得印度在稀土领域的这些尝试和困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我觉得就是首先稀土它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更是一个国家技术实力和国际信誉的一个象征。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出口大国变成一个技术强国，背后是我们几十年的科研的投入，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在戈壁滩里面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提炼技术。而印度它始终都想要去走一些捷径，靠这种倒卖呀，然后靠这种造假呀来获利，所以它最后就是既损害了自己的国际信誉，同时也让自己的发展越来越受限。对，它这个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急功近利，然后最后就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管控还可以更严，比如说我们的包头稀土研究院，他们研发的这个荧光光谱溯源技术，可以通过稀土的同位素的比例来精准的定位它的矿区，所以这个就可以让那些想要造假的更难，同时也可以让全球的稀土贸易更加的规范。那印度它如果想要真正的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它应该派留学生来我们这里学习技术，或者说跟我们的企业合作建厂。
而不是说想要靠这种歪门邪道来获利。对，今天咱们聊了聊啊，这个印度在稀土领域的这些折腾啊，其实从倒卖啊到自己想要去发展产业链啊，真的是一步一个坑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稀土行业背后啊，其实不仅仅是资源的博弈啊，更是技术和信誉的一个较量。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